媚珠终于开始变粉了，但没想到全身上下最粉的竟然是屁屁。毕竟再不想带孩子，便便还是要给孩子排的。舔肚肚这活金牌月嫂也干不来，因为萌萌消极带娃。很多网友说10次看媚珠，媚珠有9次半都是自己躺在地板上，因此给媚珠起了个地板公主的外号。但这也不能怪萌萌，毕竟她小时候就是奶爸奶妈抱大的。因为当年菊笑妈妈生的是3胞胎，虽然萌萌是老大，但她的出生体重没有3弟酷酷重，所以在酷酷出生后，菊笑妈妈就把萌萌扔在地板上，去抱更强壮的酷酷了。再等他们都长大些，菊笑妈妈同时带3个娃，更是精疲力尽，每天走到哪里身后都跟着一串拖油瓶。再后来2弟帅帅又逐渐发展成了狐妹子，整天把菊笑妈妈迷惑的只给她喂奶吃，所以当时萌萌更多的是由饲养员带大。可能在她的潜意识里，这娃就该是饲养员来带，但是青姐又想坚持按传统方式饲养，想让媚珠跟着妈妈学习更多的生存技能。但萌萌要么是300斤的母爱说来就来，要么就是分分钟上演母爱如山体滑坡，有时候甚至一觉睡醒睁开眼，看到媚珠睡在自己手边，都要一把推开，然后用脚蹬得远远的，自己好睡得舒坦。于是金牌月嫂们不得不24小时监督萌萌带娃。萌萌经常在睡梦中就被喊起来带娃。萌萌大仔了，萌萌大仔了。有一次萌萌睡得正香，大梁奶爸先是把媚珠挪到角落，防止萌萌起身时压到她，然后拍了拍熟睡的萌萌，喊她起来带娃。在睡梦中惊醒的萌萌仰起头，一脸的问号：怎么开饭了？今天开饭时间挺早啊。正当萌萌准备把脑袋伸出去看看今天是什么菜系时，大梁奶爸一把就把交流窗口关上了，并告诉他要起来带娃的现实。于是萌萌只好很不情愿地叼起媚珠抱在怀里，有时候萌萌还会双手扒在门的拉杆上，双膝跪地，背对着奶爸，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。不管大梁怎么扒拉他都无动于衷，心想媚珠都睡着了，还非得我陪着他，我出去玩会怎么了？而且现在萌萌还学会了表演式带娃，只要瞄见大梁不在，怀里的媚珠那是说丢就丢啊。现在媚珠长大了，已经会孤勇着找妈妈了，萌萌再想把她丢在一边，自己呼呼大睡躲清闲，恐怕是不能够了。现在的媚珠还会跟着妈妈一起等待开饭呢，看着娘俩的动作简直一模一样。84日龄的媚珠被抱出来晒太阳了，现在媚珠长着粉嘟嘟的小脸和圆圆的脑袋，真的非常可爱。晒舒服了还会打个哈欠伸伸懒腰，只是媚珠的朵朵怎么没有一起带出来？是因为不喜欢晒太阳，还是被自己萌化了？放媚珠的小篮筐，大梁奶爸还细心的放了一些竹叶进去。端着媚珠出来时，大梁奶爸不自觉扬起的嘴角比 AK 都难压。媚珠真的可以是说被猫粉们看着长大的。从媚珠出生后的第14天开始，长隆就开始每天更新好几条媚珠的视频，来和大家分享媚珠的可爱瞬间。说实话，能见证媚珠的成长，真的是长隆给粉丝们的福利。长隆对于这个时隔5年再次迎来的熊猫宝宝，真的十分的用心。6个金牌月嫂24小时守护，为媚珠保驾护航。月嫂们每次接触媚珠前，双手都要先进行消毒，就连偷媚珠用的小耙子也都包着软乎乎的布。而且媚珠也是第一只拥有满月宴、派发过红鸡蛋和猪脚酱的熊猫幼崽。因为萌萌是第一胎，而且她也一直是被奶爸奶妈宠大的小公主，所以带娃时难免有些懒散，需要月嫂们时刻监督。因为萌萌没有带娃经验，随时都可能上演300斤的母爱说来就来，所以奶爸奶妈只要看到媚珠躺在萌萌的身后，都会把媚珠挪走远离妈妈，以防萌萌翻身时压到她。因为总被奶爸奶妈念叨不要压到媚珠，萌萌睡醒睁开眼发现媚珠躺在自己身边，就会一把推开，然后再用脚把她蹬得远远的，以防自己压到媚珠，又要被奶爸奶妈紧头套了。如果萌萌长时间把媚珠放在地板上，大梁奶爸就会化身带娃提醒器。萌萌大仔了，萌萌大仔了，大仔了。估计现在萌萌听见这个声音就会脑袋嗡嗡响。奶爸有时候也会在直播间里调侃萌萌表演式带娃，所以说我们萌萌在假舔，他就是假舔，对，舔准一点，舔准一点。但看现在的媚珠又粉又胖乎乎的，就知道亲妈该做的。萌萌也一样都没落下，而且媚珠现在都还没长牙，萌萌就叼着一根大大的笋笋头喂媚珠，毕竟这是他认为最好吃的食物了。等媚珠再长大一些会玩玩具了，不知道帅帅和酷酷2个小舅舅会不会把价值10几万的旋转咖啡杯和会喷雾的小火车送给媚珠玩2天呢？萌萌大仔啦！听到大梁奶爸的带娃提醒，本来已经玩累想回屋休息的菊萌萌紧急撤回了一个猫头，任由媚珠在地板上孤勇，十分决绝的转头就离开了。乖。
你这家伙在门口瞄了2眼你就跑了。大梁只好安慰乖孙女说，带她去玩舅舅的小火车和旋转咖啡杯。但别看媚珠现在还没满3个月，如果发起火来，就连亲妈菊萌萌也是会害怕的。这天菊萌萌同样是在外面玩了很久才回家，而且回来第一件事还是去到小卖部看看有没有好吃的。不知道媚珠是等着急了，还是肚子饿了，对着妈妈特别凶的吼了一声，像是在说你还知道回来啊，是不是不记得家里还有个孩子呢？当时把菊萌萌也是吓了一跳，赶紧上前给闺女做个颈部按摩，先让媚珠消消气，然后又叼起媚珠靠着墙角坐下，慌乱之中都把娃给抱反了。媚珠这强大的气场，真不愧是土匪萌生的崽。最近菊萌萌带娃又摆烂出了新高度，随着媚珠慢慢长大，喝奶都变成了自助服务。这天趴在妈妈身上喝奶的媚珠，突然就醉奶摔了个4脚朝天，自己鼓涌了几下才勉强站起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菊萌萌就睡在那里纹丝不动，仿佛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。气得媚珠哼哼唧唧想冲上去打妈妈，尝试喊妈妈起来抱自己，而且菊萌萌还是个急性子，在媚珠路都不会走，牙也没长一颗的情况下，已经想教媚珠吃笋了。菊萌萌内心 OS： 媚珠你快吃啊，妈妈把最爱的笋都让给你了，你吃了就不用找妈妈喝奶了，妈妈就可以睡美容觉了。而且因为菊萌萌有300斤的母爱说来就来的前科，所以菊萌萌带媚珠的时候，饲养员都会时刻盯着，只要看到媚珠睡在妈妈的身后，就会立刻用钩子把她扒到一边，防止菊萌萌一个翻身压到媚珠。而且估计奶爸奶妈也经常在菊萌萌耳边念叨，你要小心呀，不要压到媚珠呀。所以如果菊萌萌在睡梦中醒来，看到媚珠睡在了自己身边，就会手脚并用的把自家闺女推得远远的，以防压到她。不过看到最近出来晒太阳的媚珠，不仅肥嘟嘟胖乎乎的，脸颊也被妈妈舔得粉粉的，就知道该亲妈做的。菊萌萌一样也都没落下。你干嘛那么说？已经出到门口了，对不对？真的很不愿意相信这是媚珠的声音，谁能想到这么软萌可爱的媚珠，她的叫声竟然会这么的粗犷。网友们听到后纷纷评论天塌了，宁愿相信这是大梁奶爸在恶作剧，也不愿相信这是媚珠的声音。更有网友评论媚珠的叫声甚至比震声姑姑的牛叫声更加的沉稳，但是这声音着实不敢相信是3个多月的媚珠发出来的。在听媚珠的叫声前，每看到媚珠总是能被她的美貌所映控，在听到媚珠的叫声后，现在看起来竟然有种张飞撒娇的感觉。虽然声音影响不到媚珠的颜值，但是好像已经影响了她在大家心里娇滴滴的小公主的形象。在长隆发布上一条视频中，其实已经隐隐约约的听到了媚珠的牛叫声，但是大家还都在自我催眠，说那是大梁奶爸发出的声音。这下可好了，媚珠又亲自来一遍，彻底打碎了姨姨们的自我催眠。媚珠心想，怎么地，我就这么叫啊，你们还能不爱我了不成？其实大熊猫幼崽可以发出很多种声音，生气或者受到惊吓时，它们会发出清脆的狗叫声。上次媚珠凶大梁奶爸时就是这样，媚珠和妈妈撒娇时是嘤嘤的叫声，现在媚珠的牛叫声感觉和大梁奶爸的声线好像，所以大家别伤心，天没塌，媚珠没变张飞，还是那个娇滴滴的小公主呢。自从发现媚珠的显示屏和声卡严重不符，现在大家多少有点媚珠叫声后遗症。有的网友表示一天不听就难受，每看到长隆再次发布媚珠的视频，都会屏住呼吸静静的听，直到听到媚珠那熟悉的牛叫声才会松一口气，而且还会感觉整个人都舒服了。这一部分网友觉得声音独特的媚珠看起来愈发可爱了。大梁奶爸知道大家爱听，最近总会给大家放出媚珠新鲜的牛叫声。而且这爷俩有问有答的画面真的很有意思。更神奇的是，现在还不满4个月的媚珠已经可以开口说话了。她因为脚下打滑摔了一跤，感觉是磕到下巴了，然后媚珠就用独特的老烟嗓说了声好痛。媚珠发现大梁外公没听懂，向前走了2步，仰着脑袋又说了一遍。感觉媚珠说的这句好痛真的好清晰啊。还有一部分网友至今还没有从媚珠声音她房中走出来，因为大家觉得媚珠这么软萌可爱的脸就应该发出的是嘤嘤的叫声，而且媚珠老烟嗓的声线有点像大梁，所以现在大家把锅都甩给了他，说是他把媚珠的声音教成这样的，让大梁应该学华丽的奶爸，跟媚珠说话时声音要加一点。还有的网友更搞笑，说自己不会轻易再爱了，纷纷跑到虫洞齐三妹的评论区，非想让齐三妹也叫2声听听。不得不说，自从媚珠开口后，整个猫粉界都变得有些疯魔了。媚珠真的是第一只粉丝们亲眼看着长大的熊猫宝宝，从出生的第1天到如今的100天，基本上1天都没落下。如果看过就约等于养过，那媚珠也可以说是大家云养长大的了。
真的感谢长龙给这届网友的福利，每天都更新魅猪的动态，让大家见证了他的成长。而且长龙也是宠娃界的天花板。继魅猪满月宴后，在今天又给魅猪举办了隆重的百天宴，不仅封了一坛女儿红，还向粉丝们征集了百家布。他们真的是把魅猪当成孩子在养了。而且自从魅猪出生后，长龙的饲养员的嘴角都是上扬的，特别是大梁奶爸带魅猪出来晒太阳时骄傲的模样，就像是魅猪是他生出来的一样。也就是这个被大家视作珍宝的魅猪，却让亲妈菊萌萌有了很多带娃的烦恼。即便菊萌萌拥有6个金牌月嫂，但亲姐为了能让魅猪更加健康，一直坚持按传统方式饲养。于是菊萌萌不仅被饲养员24小时盯着带娃，还会时不时的在耳边环绕着大梁奶爸的带娃提醒：萌萌大仔了，萌萌大仔了。这整的菊萌萌也很恼火。这天菊萌萌出去放风，走到门口，本来都打算回来了，结果又听到了大梁奶爸熟悉的声音：萌萌大仔了，乖，在门口瞄了2眼你就跑了。菊萌萌立刻掉头就走，没有丝毫的犹豫。带了这么久的孩子，每天出去遛弯是菊萌萌最喜欢的，所以经常可以看到她趴在通道口，等待饲养员给她打开通往自由的门。饲养员不给她打开时，她还会过来撒娇，但后来发现撒娇也不好使，就生气的走开了。来到另一个通道口，背对着魅猪把脑袋伸出去，即便身体出不去，头也要伸出去呼吸新鲜的空气。好一个眼不见为净。因为饲养员总害怕菊萌萌会翻身压到魅猪，所以总在她睡觉的时候提醒她，这也让菊萌萌睡觉时总躲着魅猪，每次都要离魅猪远远的。有一次萌萌睡醒一睁眼，发现魅猪竟然睡在了自己的手边，于是就一把推开魅猪，又紧接着用脚把它蹬得远远的。正在睡觉的菊萌萌看到孤勇着爬向自己的魅猪，也会立刻起身离魅猪远远的，一副默哀老子的架势。当然魅猪生气时，菊萌萌也会害怕。这天他又浪到很晚才回来，而且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小窗口看看有没有好吃的，这让魅猪很生气，冲着菊萌萌就是一声超凶的狗叫，把菊萌萌吓得都愣了一下。缓过神后，赶紧上前给魅猪来了几下颈部按摩，然后又把魅猪拖到墙边抱起，慌乱之中把娃都给抱反了。这么来看，魅猪还有可能是个辣妹子呢。破案了，破案了！原来魅猪生气的时候，叫声不是哞哞的声音。今天一大早，魅猪可能是没睡醒，对着饲养员发出了奶呼呼的汽笛声，这让守着手机等着听魅猪牛叫的网友难免有些失落。这么来看，长隆的11公主不仅遗传了爸爸嘉禾的高颅顶、姑姑振声的声线，还有妈妈菊萌萌的起床气，真的全是让人意料之外的萌点。但也有细心的网友推测，今天大梁刚好不值班，魅猪就没有牛叫，然后魅猪牛叫的声线又和大梁的声音有些相似，看来大家怀疑魅猪的牛叫声是跟大梁学的，也不是没有道理。照这样推理下去，感觉大梁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。而且菊萌萌的起床气还是很厉害的，生气起来连饲养员都骂。萌萌的起床气是不是比较严重？对，他如果没睡好，你突然间去吵醒他，他就会生气的，会骂人。现在有了魅猪当了妈妈才好了一些，但有时候一大早被魅猪吵醒，也是会很不高兴，需要奶爸奶妈哄好久。俗话说有个懒妈早当家，这不魅猪还没4个月，路都走不稳的年纪，就已经开始替妈妈营业，去和游客贴贴了。而且魅猪学会走路后，就已经知道蹲守小卖部了，估计是看妈妈每次都可以从这里领来好吃的，他就连坐姿都和妈妈一模一样的。然而魅猪能有如今的表现，和菊萌萌十分超前的育儿理念有很大关系。在魅猪1个多月的时候，菊萌萌就开始为魅猪吃辅食做准备了，先给魅猪理论讲解了吃笋要领，讲完就把跟魅猪差不多大小的笋留给了他，让魅猪好好练习，自己就躺一边呼呼大睡了。在魅猪70多天的时候，菊萌萌感觉时机到了，准备给魅猪加辅食，于是她把自己最爱吃的竹笋叼着拿给魅猪，把比魅猪个头还要大的笋放在熟睡的魅猪身上，还用手扒拉着魅猪起来吃。她见魅猪没反应，还一脸疑惑地看向饲养员，好像在说这孩子咋回事，都这么大了咋还不会吃笋呢？这么来看，菊萌萌还是很疼魅猪的，毕竟别的熊猫宝宝都只有被妈妈抢笋的份，主动投喂宝宝竹笋的，菊萌萌还是第一个。现在的魅猪越来越叛逆，感觉菊萌萌已经要管不住了。会走路之后的魅猪，只要妈妈一不留神，自己就会溜出去。菊萌萌每天都要操心去抓它。只见她叼起魅猪，脸朝地在地上拖行，然后又十分精准地把魅猪丢在了自己的青团上。很难不怀疑她本来是要吓唬魅猪，就像人类妈妈教训不听话的孩子，你敢再不听话，妈妈就把你丢在屎堆里。
结果菊萌萌也没想到自己失手了，就真把孩子扔进去了。感觉自己玩劈叉了的菊萌萌赶紧抱起媚珠，还凑上去闻了闻自己闺女臭不臭。但感觉媚珠自己好像并不介意，因为她最近有些迷恋上了妈妈的热红薯。妈妈在角落造红薯，媚珠就从妈妈的身下钻过去研究，现产现销，这绝对是新鲜热乎的。除了喜欢妈妈的青团，她还喜欢妈妈的须须，在上面打滚裹满全身都是小事。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媚珠竟然趴在上面喝了起来。媚珠果真是菊萌萌一把屎一把尿拉着长大的，这场面也是十分写实了。而且现在的媚珠已经敢和菊萌萌抢吃的了。青姐在小卖部的窗口给菊萌萌喂窝头，媚珠就挤在前面抢。看到妈妈的大竹笋，媚珠也会抱着啃，啃着啃着就被菊萌萌一把夺走了。媚珠还不甘心，冲上去和妈妈抢，但现在的媚珠力量还是太小，被菊萌萌的一个脚距就挡住了。别看媚珠现在才4个多月，那脾气可大着呢，妥妥的一枚小辣椒。大梁陪她玩木马，结果一不小心把她从上面摔了下来。媚珠那是抱住大梁就开咬，把气都撒到了大梁的身上。估计媚珠再长大一点，就敢和菊萌萌干架了。还不足5个月的媚珠竟然成功越狱了，长隆的11公主果然不简单。只见媚珠先是用手扒着窗口边缘，然后努力把小脑袋伸出去，让自己挂在窗口上，再用前掌撑着玻璃，使劲的往外咕涌，最后扑通一声，媚珠头着地越狱成功。而且小家伙爬起来之后，眼神里肉眼可见的都是嘚瑟，还笑呵呵的，像是在说怎么样，我厉害吧？媚珠绝对是24级熊猫里第一个越狱成功的小熊，由此也不得不惊叹媚珠的成长速度。也就在5天前，媚珠刚刚能趴在小卖部窗口点餐，那时的媚珠还知道2只小脚一前一后来保持身体的平衡，但即便是这样，在短短的50多秒里，媚珠也跌倒了2次。当时看到媚珠趴在窗口点餐的场景，脑子里就在想，小家伙会不会从窗口爬出来？结果这才刚过去5天，媚珠真的就爬出来了。媚珠这孩子也是能干大事的熊，现在小年纪就整天趁着妈妈不注意溜出去。菊萌萌也是一天天的操碎了心去抓他，有时候也会浅教育一下不听话的小孩，把媚珠扔到自己的青团堆里，然后自己再抱起来给媚珠舔干净。也不知道菊萌萌到底是在惩罚自己，还是在惩罚媚珠。后来菊萌萌为了防止媚珠出逃，就把媚珠圈在自己用300斤身体围成的大山内，但媚珠就算历尽万难，也会翻过这座妈妈山再次出逃。于是菊萌萌无奈只能睡觉时也堵在通道门口，彻底打消媚珠想要跑出去的念头。而且小年纪的媚珠也已经会和饲养员玩躲猫猫的游戏了，紧紧抱住前面的竹竿，把自己严实的藏在后面，还知道时不时探出小脑袋偷看，真的要被他萌化了。一觉睡醒，媚珠的天塌了，她越狱的小窗口竟然全部被关上了。当奶爸关门走开的那一刻，从媚珠小的背影里就能看出她此刻的悲伤。自从媚珠学会了越狱，她是每天都要翻出去好几次，而且动作越来越娴熟。越狱这事儿也是被她干得轻车熟路了。所以为了防止媚珠偷偷溜出去，小卖部的窗口现在也是限时开放了。媚珠自然是不同意的，大梁外公还当着她的面关窗口，把媚珠气得直跳脚，然后迅速跑到另一个窗口准备往外翻，结果又被大梁外公抱了下来。这下可把媚珠惹恼了，追着大梁打，跑起来一弹一弹的，像脚底装了弹簧一样，真的可爱数了。而且媚珠不愧是出生即顶流的小熊，她真的太会营业了，这么小就会趴在玻璃上和大家贴，像是在说不白来，都不白来。就连睡觉的时候，她也躺在玻璃围墙前，这奶乎乎的小模样，任谁看了能不心动。媚珠现在的年纪，一举一动都很可爱，她也像人类小朋友一样，能够1秒入睡，前1秒还是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后1秒就进入了梦乡。她甚至睡前还会打个招呼，然后趴在角落里便开始呼呼大睡。而且她睡前叫的这一声，就好像是在说晚安。真的好喜欢媚珠，希望她一直都能快快乐乐的，熊生顺遂。一觉睡醒，媚珠也是出息了，她现在竟然敢和妈妈打架了。只见媚珠一个飞扑扑向妈妈，这架势是要和菊萌萌拼了。旁边还有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大梁在拱火。大大，媚珠要不要帮忙？媚珠小年纪身手也是很了得，还知道翻滚躲避妈妈的追击，真不愧是手锤大眼仔，脚踢椰子头的土匪萌生出来的仔。随着媚珠的长大，菊萌萌带娃逐渐从摆烂向崩溃演变。正如大梁所说，菊萌萌一天能生气800回。菊萌萌哄不睡媚珠，她要生气；游客声音太吵，她也要生气。媚珠如果调皮，她不仅要生气，还会打媚珠屁股。菊萌萌哄娃大概分为4个阶段，开始抱在怀里亲亲抱抱，如果娃3分钟没睡，就逐渐失去耐心，再接着就是捂住娃的眼睛强制关机。如果媚珠还不睡，她就开始骂骂咧咧。媚珠也很自觉，
自己在一边乖乖的罚站。媚珠爱越狱，有一次她当着妈妈的面就要往外翻，结果被菊萌萌拖着脚丫子，就这么水灵灵的拖走了。媚珠伸着小手向大梁外公求救的画面，真的不要太搞笑。而且现在的媚珠也经常会趁妈妈睡着偷偷溜出去，有一次被菊萌萌发现了，于是就伸手制止她，但是媚珠也很叛逆，那是硬要往外跑啊，结果可想而知，被菊萌萌一把薅了回来，还打了屁股。虽然大梁说媚珠平时会很凶，像他二舅帅帅一样，但是在妈妈面前大多时间还是老实的，而且媚珠也知道妈妈爱生气，所以刚满5个月的媚珠已经会主动认错哄妈妈了，把脑袋贴在妈妈的身上撒娇。菊萌萌看到后心瞬间就软了，也过来和闺蜜贴贴，但转念一想还是生气，就又不理媚珠了。媚珠此刻的表情也是绝了，像是在说这妈可真难哄，干脆让她当小孩算了。而且菊萌萌还调整了坐姿，背对着媚珠。媚珠见状也生气了，她也转过头去背对着妈妈。菊萌萌心想自己不能输，于是倒头就睡，彻底开启冷战模式。媚珠看妈妈更生气了，赶紧又跑过来哄，结果哄了半天也没用，最后干脆彻底摆烂，躺在地上自娱自乐了。这对母子真的太好玩了。魅族最温驯，谁说魅族最温驯？魅族应该是目前长隆出生的11只熊猫中最凶的一个。原来大梁才是媚珠最大的黑粉，最近他总是到处散播媚珠是长隆最凶的小熊。大梁先是对大家说媚珠遗传了萌萌的刁蛮，是妥妥的一枚小辣椒。魅族遗传了妈妈的很多的一些特征啊，比如我们的一个刁蛮，对，简称小辣椒。之后又到了帅帅那里吐槽，告诉帅帅萌萌生了一个女儿，性格比帅帅还要凶。帅帅，告诉你啊，你姐姐生了一个女儿，性格非常的像你，比你还凶。把帅帅气的一边走一边骂，也就是帅帅够不着大梁，要不然高低要给他一熊掌尝一尝。之后大梁又跑到酷酷这里，说他姐姐生了一个女儿，性格一点都不像他，而是随了隔壁的大眼仔。酷酷，話俾你知啦，你家姐生咗個女啊，一啲都唔似你嘅性格啊，真嘅唔呃你啊。喂，你唔信啊？唔信都企起身都冇計，一啲都唔似你，似你大佬啊，衰衰啊！小酷听后很不高兴，自己这么可爱，外甥女竟然没遗传到自己的优点。小酷表示很不可思议。大梁看小酷听后不高兴，又补充了一句说媚珠的屁股像他，把小酷也气得骂骂咧咧的走开了。不仅如此，当直播间有粉丝说媚珠呆萌可爱很温驯时，大梁看到后一脸的不可思议。魅族最温驯，谁说魅族最温驯？魅族应该是目前长隆出生的11只熊猫中最凶的一个，咬人最早的一个。他现在小小的年纪，他就开始扑人了。因为媚珠野性很强，有很强的警惕性，所以确实看起来有点凶。但要说媚珠最喜欢凶谁，那一定是他的大梁外公，因为大梁很调皮，总是欠欠的。最近的媚珠有些迷恋上了屎尿屁这个赛道，不仅喜欢研究妈妈造的热红薯，还自产自销的浅尝了一下自己的须须。本来这段黑历史已经够让媚珠颜面扫地了，结果大梁还调侃说媚珠闻到了妈妈的屎尿屁，就像大家闻到了咖啡一样的兴奋。不得不说大梁是会比喻的。媚珠和爱喝咖啡的粉丝听后都沉默了。大梁不仅黑媚珠，他还经常吐槽菊萌萌爱生气，说萌萌一天能生气800回。照这么来看，菊萌萌和媚珠喜欢拿捏大梁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一觉睡醒，媚珠又出息了，不到半岁的小家伙竟然登顶了5米左右的大树。媚珠到底还要带给大家多少惊喜？只见她坐在树杈上享受着自由的风，这一幕让人瞬间梦回四海。就在昨天，天气很好，风和日丽的，出来放风的媚珠3、2下就爬上了大树，而且别的小熊爬树一般都是妈妈教的，媚珠还是自学成才。原以为她会趴在这个粗粗的树杈上睡觉，因为这里有妈妈的味道。萌萌平时就是睡在这里，结果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她竟然不甘心于此，稍作休息就登顶了大树，这让树下的大梁又惊又喜，毕竟这是其他小熊基本没有爬到过的位置。大梁还即兴创作了一首打油诗，远看一只熊猫，近看还是只熊猫。反正都是熊猫啊，反正都是只熊猫。虽然这诗做的确实不怎么样，但媚珠这孩子是真的强。小五看了表示很不服气，谁半岁的时候还没登顶过大树呢？只是我的树不太争气而已。然而看着媚珠爬上去容易，让她自己下来可就难了。无论怎么哄，媚珠压根理都不理，最后还是大梁爬上树，站在树杈上抱她下来的。抱下来的过程也不轻松，媚珠一直在反抗。青姐担心媚珠会掉下来，就本能的张开双手，随时准备去接媚珠。经过一番努力，在大梁和香香姐的接力下，才算把媚珠给弄下来。这也算是大梁出差回来后的第一天，媚珠送给外公的一份大礼。大梁出差1周，
回来最想做的事估计就是抱抱媚珠，于是他就把媚珠骗了出来。美珠，走，出街玩了，快点，跑快点，跑快点。刚才明明说的是要带媚珠出去玩，结果把媚珠骗出来就抱个不停，难怪媚珠会咬他。网友的神评论更搞笑，说大梁是媚珠的磨牙棒，毕竟媚珠真的很喜欢咬他。但该说不说，大梁真的把媚珠当孩子一样对待了。此刻大梁应该是全网粉丝最羡慕的男人了，只是大梁你再这样下去，又要被清姐点名批评了。又是被媚珠治愈的一天，媚珠的背影在阳光下看起来金灿灿的，像是会发光，而且她还微微的歪着脑袋，这背影任谁看了都是心暖暖的。最近媚珠爱上了玩滑梯，但是她自己现在还滑不利索，需要饲养员陪她一起玩。太公让媚珠躺在上面往下滑，尽管滑下来时会摔一个大屁洞，她还是第一时间爬起来去找太公，表示自己还想玩。太公怕她屁股摔得太疼了，想让她趴着往下滑，但是媚珠不喜欢，那是自己硬生生的又爬了上去，让太公把她平躺着滑下来。后来太公不和她玩了，媚珠还想追上去咬他，于是外公就绕着滑梯跟媚珠玩起了躲猫猫。不得不说，媚珠这孩子真的是鬼机灵，小小年纪就知道超近道了。只见他眼珠子一转，就从滑梯下面钻了过去，超近道去抓太公了。媚珠性格很活泼，属于那种电量足，具有超长续航能力的一款小熊，但缺点就是开机比较慢，需要很长的唤醒时间。在媚珠开机的过程中，她是处于甜妹阶段，软软糯糯的。大梁外公抱她回家，她还会轻轻地依偎在外公的肩膀上，这一幕真的很温馨。而且单看大梁的背影，就知道她此刻笑得老开心了。但只要媚珠开机成功，那便是会从甜妹完完全全的蜕变成辣妹，活脱脱的就是一枚小辣椒，那是看谁不顺眼就开咬，平等的欺负每一位饲养员。媚珠也很会玩玩具，坐在木马上，还知道自己使劲摇晃，让木马摇起来。而且媚珠也真的很广东，3岁的年纪就开始打木桩练咏春了，她这是想往功夫熊猫的方向发展了。媚珠逃跑时的兔子跳也很可爱，一蹦一跳的，像脚底装了弹簧一样。而且她现在这么小小的一只，就经常撅着屁股到处标记，像是在说这里是我的，这里也是我的。媚珠的领地意识那么强，恐怕等不到妈妈驱赶她，她就开始驱赶妈妈了。活泼可爱又鬼机灵的媚珠，已经成为了很多网友的心头爱。媚珠真的长成大孩子了，现在的她已经比小卖部窗口还要高了，也就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，媚珠从踮着脚才能够到窗口，到目前她已经比窗口还要高出1个头尖了。而且媚珠这个越狱惯犯，现在翻窗特别的利索，也就3两下的功夫就能顺利翻出去了，这动作也可以说是特别的丝滑。但如今相比媚珠越狱，大家更期待看到她卡住的那一天，不知道到时候她小小的脑袋里会不会装满大大的疑惑，明明之前还是好好的，为啥突然就翻不出去了呢？菊萌萌有时候也特别宠媚珠，整天抱着闺女亲亲，媚珠在她的怀里就像一个玩偶娃娃。菊萌萌也知道自己的闺女很可爱，她有时候会抱着媚珠大大方方的给游客展示，这得意的表情像是在说媚珠可爱吧，我生的。即便是媚珠调皮打了她，她也不生气，虽然她把嘴巴张得大大了，最后也只是轻轻的咬了一下。这里真的可以看到菊萌萌满眼的宠溺，有时候菊萌萌趴在地上睡觉，媚珠从她身上踩过去，她也不会生气。而且媚珠很会看妈妈的脸色，如果妈妈真的生气时，媚珠秒变老实，坐在妈妈身边乖乖的，这模样妥妥的就是乖宝宝。现在菊萌萌也会像其他熊猫妈妈那样，经常训练媚珠。媚珠爬树，菊萌萌就会把它拖下来；媚珠爬窗口，菊萌萌也会过来阻止。特别是在外场的时候，因为媚珠比较独立，喜欢自己玩耍，菊萌萌也会抓住媚珠，拖着媚珠跟她走。媚珠爬树，她也跟着爬上去，母女俩一熊一个树杈，这画面看起来和谐极了。媚珠真的是太聪明了，她不仅会翻窗，她竟然还会开门。如果她是推开的也就算了，可她还偏偏是拉开的，她才是一只6个多月大的熊猫宝宝啊！媚珠真的一直在刷新大家对她的认知。只见她用指甲抓着门边，把门打开一个缝隙，用另一只手把门打开，然后把脑袋挤进去，紧接着就这么顺利的出来了。媚珠表示，我也是上班的，也属于员工，理应走员工通道。有时候媚珠把门打开，还会先观察一下有没有被饲养员发现。她看香香姐在旁边，就假装玩门框，想等香香姐不注意，再趁机溜走。结果她最后还是被抓住了，于是她便耍赖皮似的埋下脑袋，尝试做最后的反抗。因为媚珠现在总喜欢开门逃跑，大梁就趁机逗逗她。他故意给门留了一个小缝隙，然后用手牢牢地拽着门，所以无论媚珠怎么用力扒拉，他都打不开，把媚珠也是急坏了。
由此看来，媚珠喜欢咬大梁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有时候大梁也真是欠欠的，总是喜欢逗媚珠。后来大梁来找媚珠玩鼓，媚珠也不理他，而是打开门想出去。他还尝试自己挤出去后，把大梁和香香关在屋里。只能说媚珠真的太聪明了，她4个多月时就能翻窗越狱，现在她长大了，比窗口还高了。她好像也知道自己快翻不过去了，于是她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咬窗口，像是打算把窗口扩宽一些。结果无奈她肯定是咬不动的，于是她现在就学会了开门。果然只要肯动脑，方法总比问题多。全网都在等的媚珠卡住事件终于来了。随着媚珠的长大，这个外卖窗口相对于她来说显得越来越小了。就在昨天，媚珠再次翻窗越狱时就卡在了窗口。现在媚珠的头还伸得出去，但是因为翻窗时前肢要用力，肩膀是打开的状态，她是卡在了肩膀的位置。但如果不是饲养员过来关上了窗口，以媚珠的聪明劲儿，摸索一会还能翻出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其实在前2天，媚珠就出现了卡住的迹象。上次卡的是屁股，只见媚珠半挂在窗口上，任凭她的小脚丫怎么扑腾都无济于事。虽然媚珠对于这件事充满疑惑，但全网的叔叔姨姨们都乐坏了。毕竟他们在媚珠翻窗越狱的第1天就开始等媚珠卡住的时刻，也就不到3个月的时间。媚珠从踮着脚尖才能趴在窗口上，到现在已经比窗口还要高出1个头尖了。不得不感叹媚珠的成长速度，但媚珠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。在前段时间，她从翻窗越狱出去后的第1件事就是站起来啃窗口的边缘，看样子她是想把窗口扩大一些，而且上面已经有很多被她啃咬的痕迹，但她的小奶牙怎么可能啃得动？媚珠最后也只好无奈放弃了。后来她就学会了新的越狱方式，那就是开门从员工通道溜出去。媚珠真的特别的聪明，她小年纪竟然就有模有样的学会了开门，以后饲养员都要防着媚珠了。不知道媚珠再长大些会不会学会开锁呢？